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鸡肉料理，这是一道下饭的家常菜，菜名叫做腐乳蒸鸡肉，一道具有浓厚中式风味的传统菜肴，口感鲜嫩。要怎么煮才会乳香咸甘、肉嫩软滑？现在告诉你，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制作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肉、小葱、腐乳、蒜头、辣椒。食材都已清洗处理过，鸡肉和腐乳是这一道菜的主角。准备小葱，把小葱的葱白和葱叶分离，为了等会容易与鸡肉均匀的混合在一起，以提供更好的口感和味道。把所有的小葱切葱花，方便后续的调味。切好了，放入碗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准备一大把大蒜，我们来把蒜头拍碎吧，全剁成末，不断的将刀切割，并将大蒜片碾压。剁好末之后，可以放入碗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块生姜，把生姜切成姜末，可以多切一些。我个人提个小建议，喜欢姜味的宝宝，比本来的比例多1倍左右。剁好末之后，可以放入碗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条辣椒，不是我想用一条辣椒的，主要是小米辣太辣了，实在不敢恭维。如果宝宝们喜欢吃辣的，可以多切一些。好了，我们把辣椒的蒂切掉，然后再从中间破开辣椒的一半。我有一些小预防措施，切记避免触摸眼睛或其他敏感部位。然后将红辣椒切末，戴上一次性手套，可以有效防止辣椒汁液接触到皮肤，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被辣椒辣到手的风险。因为辣椒的味道非常的呛，不习惯这个辣味会被呛到流泪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处理好辣椒，现在把辣椒放入碗中备用。我们现在来准备鸡腿肉，大家也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鸡肉部分。其实大家购买时可以选择买提前去掉骨头。我们现在来把鸡腿肉去掉，确保剪刀锋利，沿着鸡腿的一侧的剪开之后，用手指和刀子小心地撕开鸡肉与骨头之间的连接，可以轻轻地把肉从骨头上拉开，并用刀子切断肉与骨头之间的肌肉连接。要小心不要切断鸡肉，只切断与骨头连接的部分。需要一点耐心，肉与骨头分开，以确保将骨头完全剔除，并保持肉块的完整。已经完成这2个鸡腿肉去骨步骤，这期间检查肉块是否有残留的骨头或软骨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接着来下一个步骤，使用刀子将鸡腿肉切成4方时钟大小。通常将鸡腿肉切成大约1到2厘米的小块，尽量确保切块大小相近，这样在烹饪过程中会更加均匀。在切割鸡腿肉时，务必小心操作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小块的鸡腿肉比整块鸡腿肉更容易煮熟，因为小块的鸡肉可以更快的传热，从而缩短了整个烹饪过程所需的时间，增强口感和提升食用便利性，提高了口感的鲜嫩度。好啦，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把鸡腿肉放入碗中。现在来调腌肉酱，辣豆腐乳4块下来，有点粘盘，所以有点难扣下。好了，扣下了。准备米酒，增添米酒香气。米酒2大匙，我们要利用米酒先把腐乳调开。米酒不用全部下，先下一点，慢慢压并匀开，然后搅拌，这样慢慢操作比较容易掉开，不然米酒一次全部下很难掉开窝。这一点很重要哦，要慢慢操作，不要急。米酒再下来，米酒我们分几次下，并慢慢的拌匀，到它顺滑。这个动作其实一下就好。好，掉开了以后，加入糖1小匙，加入后可以搅拌均匀，拌匀后可以放置一旁备用。把刚刚拌匀的腌肉酱加入碗中的鸡肉，鸡肉滑嫩的关键其一就是这个腐乳酱，多加一些，吃起来的味道会浓郁。因为我个人喜欢腌制时是多一些汁的，因为这样蒸出来的鸡肉才会嫩一些。可以慢慢的倒入，如果拿不准那个量，就慢慢的加入进去。碗旁还有一点点汁，我们不要浪费，把碗剩的抠干净。腐乳蒸液倒完之后，加入提前切的小葱，小葱加入完后，就不断的抓拌均匀，抓拌至入味，这样就可以节省腌制的时间一点。我们还需要添加其他的配料，加入蒜末和辣椒末下来，增添更多的味道和层次，香味辣味，增加口感，提升风味。期间可以拌匀，
蒜末和辣椒末的加入可以与腐乳的味道相互融合，产生更加丰富的风味，使菜肴更加美味。加入太白粉2大匙，加入太白粉会把肉汁酱汁锁在鸡肉里，才会肉嫩软滑又多汁。香油1大匙下来，香油的深黄色可以为菜肴增添一定的颜色，使整道菜看起来更加鲜亮有吸引力，与其他调味料相得益彰，使整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。在充分搅拌后，备一个盘子放入鸡肉，可以用汤匙铺平鸡肉，并顺手调整铺平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就辛苦你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准备下蒸，备一个蒸锅开火，放入鸡肉进蒸锅里，蒸锅一定要水滚了才能放入鸡肉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蒸15分钟，但大家可以调整蒸的时间，只是说蒸15分钟可以保持鸡肉的嫩滑口感，保持肉质的鲜嫩度，而不至于过于干燥。时间到了，熄火，掀开盖子，这样就完成了美味的腐乳蒸鸡肉。豆腐乳用米酒拌匀，酒香四溢，浓郁迷人，利用大火高温下蒸才能锁住肉汁咸鲜。这道腐乳蒸鸡肉香气扑鼻，是一道美味可口的家常菜肴，可以取出了，口感鲜嫩，味道鲜美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腐乳的独特风味与鸡肉的鲜嫩相结合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